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家族中的差生，而周心怡是亲戚们众星捧月的高材生。因为学习不好，我很早就步入社会摸爬，直到我自己创业，亲戚们都不知道我开了公司。大姨在家族群里炫耀，我家心怡刚换了份工作，薪资比以前涨了50%。我瞄了一眼，这个群我从不说话。你家心怡还不知道给他发工资的老板是我吧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助理，老板通过复试的候选人简历发你邮箱了。好，我忙完了看。助理，老板晚上要参加婚礼，别忘了。还真是差点忘了。我抬手看表，已是4点。今天是表妹周心怡结婚的日子，我妈早1个月就叮嘱我千万不能迟到。可这会儿我还有一大堆文件没处理。去年公司赚了大几千万，今年才开年，业务还来不及做了。可公司连我在内就20人。之前我一直秉承着小团队灵活作战的原则，不轻易扩张。可这公司业绩实在太好，20人真的忙不过来，确实得招几个业务助理补充人手了。想到这，我连忙打开邮箱看简历。哇塞，我被惊到了。第一个候选人简历写着海归硕士。简历上写满了他从小学到研究生获得的各种荣誉，简直就是一名学霸。可我们是这么小的一家公司，我放出去的招聘职位是业务助理，这个学霸没眼瞎吧？我又打开第2个简历，国内985毕业，校级优秀毕业生。我有点懵，现在都卷成这样了吗？招个业务助理来的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老板只是中专毕业。既对也不对。我后来去考了个自考文凭，公司赚钱的第1年，我又默默地花钱去读了个 MBA。不过这些我都没让家人知道，反正他们一直都看不起我，就连我爸妈都觉得我不行。当我的鼠标滑到第3个简历文档时，周心怡3个字赫然眼前。好巧，竟然同名同姓。我思忖着，我点开简历，经，确实是我表妹周心怡。当年我只考了个中专，周心怡考上重点高中。那年除夕家宴，外公说心怡是家族荣耀，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传家字画拿出来送给周心怡。心怡，外公看好你。一桌子亲戚纷纷给心怡鼓掌。当时我就像个隐形人似的，大姑大姨们直到吃完饭都没人和我说一句话。后来我妈经常同我说的一句便是，你要向心怡学习。这句话也成了她的口头禅。这些年我都没这些亲戚的联系方式，反正他们一直看不起我，我也不屑于和他们联系。只是听我妈说，周心怡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500强公司。记得去年我妈还说周心怡现在已经升到主管了。喂，你看看你中专毕业，直到现在还在小厂打工，你这小厂工资没几块钱，还经常加班。心怡已经是大公司主管了，心怡都要结婚了，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我是在小厂工作，我是经常加班，我确实忙到没有时间交男朋友。因为我是公司老板，我1年赚大几千万。不过这些我都没和我妈说。早前我开始创业，因为需要启动资金，我有求助于我妈和那些亲戚们，但是他们没人肯借我钱，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开始闷头干了起来，也不和他们说。亲戚们一直以为我这些年都在小厂做临时工，他们比之前更看不起我了。
我仔细翻看周心怡的简历，简历上写的上一家公司离职时间是半年前，离职原因是经济裁员。这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去年年底，我是听说他工作的这家大集团裁员，世事无常，这2年好多大公司都裁员，确实工作不好找，也难怪他失业半年了。我也没想到我这小公司会在这不景气的环境中逆势飞扬，他肯定是海投了很多企业，所以都没好好查一下每家公司的背景信息。要是他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，肯定不会把简历投过来的。呵呵，我一阵唏嘘。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一看是我妈来电。喂喂，你出来了吗？我看了看时间，4点20，来得及。我妈，你的车票是几点的？心仪的婚礼是最豪华的酒店，你下了火车再坐车，总共得1个半小时。你千万别迟到了，你迟到了就是对人家不尊重。我一句话没说，让我妈叭叭叭地说着。这时，电脑微信出现一个小红点，我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点开微信，是司机小张。吴总，你的大剧保养好了，我在公司楼下等你，随时出发。我点击回复一个 OK。这边，我妈的话终于停了，她顿了3秒，看我没反应。喂喂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在听吗？你怎么都没反应呀？你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如心仪，每次和你说话都让我生气。我默默地叹一口气，妈，刚刚我们经理在我边上，所以我不好和你多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迟到的。我妈，你这次见了心仪，记得主动和她打招呼。若是以后他们大公司招人，也好让她帮你内推一下。我在车上眯了一会儿，半梦半醒间，想着周心怡举行婚礼的这家酒店怎么好耳熟，好像是和谁有什么关系，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于是我又拿出手机翻看了酒店位置。司机小张看我醒了，吴总，今天莫总知道你去他们酒店吗？我恍然，这酒店就是我的中专同学石墨投资的，难怪如此耳熟。石墨现在生意做得可大了，各个产业都有涉猎。相比读中专那会儿他不起眼的外貌，如今的石墨人也越长越帅。都说女大18变，石墨妥妥地演绎了什么是男大18变。他现在真是典型的高富帅。自我创业以来，我和石墨交流过几次公司的经营管理之道。有一次他说起创业也要注意身体，他还特意邀请我去他的这家酒店休闲度假玩。想着这阵子我确实工作疲累，等今天喝完喜酒赶回去，估计也很晚了。我给石墨发了个微信，老同学，我今天在你们酒店吃饭。不到1分钟，石墨回了微信，给你订好了我们酒店最顶级的套房，报我名字办理入住。我多谢莫总。快到酒店，我看了一下时间，距离婚礼开始还有25分钟。小张，一会儿在距离酒店500米的地方把我放下，你直接回去好了，晚上不用接我。司机小张一副惊讶脸，吴总，我把你送到酒店门口吧，哪有劳驾你自己走路的道理。我其实是不想让我的那些亲戚看到我的车，连我妈都不知道我买了车，还是一辆大 G， 他们都以为我是坐火车来的。没事，我每天坐的时间长，所以才想走走路活动一下。好，吴总。小张在酒店不到点的地方把我放下后，又便开车回去了。我走到了酒店，今天所有亲戚都到齐了。我妈远远地看见我到了，好像松了口气，她赶紧过来把我往角落里拉。你怎么才来？我看了看时间，
婚礼6:18开始，现在是6:10，我没迟到呀。我妈，我们这桌就你没到了，你表哥和表弟也早来了。我妈的眼神又从上到下将我打量一番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穿成哪样了？没错，比起我妈，我是穿的休闲了点。我妈今天格外隆重，她身穿一身定制的红色旗袍，踩着半高跟的新皮鞋，还专门去烫染了头发。而我平底鞋、牛仔裤、露腰短 T， 长发随意披肩。我们公司上班都穿休闲装，何况公司我是老板，平时上班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。但是面对我妈，我选择沉默不说话。我妈叹了口气，你的穿着就和你的人一样，没什么出息。我跟着我妈来到新娘家人这一桌，大舅舅见我来了，喂喂，差一点你就迟到了哦。难怪小时候你妈老说你上学总是踩点进校门。二舅舅，喂喂，你今天这打扮太不正式了吧？你看看你表哥表弟们。我环顾一眼，大家确实都穿着很正式。我刚想和大舅二舅表示歉意，可我还没开口，大舅舅的儿子浩明，也就是我大表哥，缓缓地来了句，其实我也没特意准备服装，这身西装是我们银行工作服。我们是银行吗？大表哥大学毕业后去了银行工作，我记得我妈和我提过，他是某银行客户经理，但是具体是哪家银行，我不记得了，也不想了解。二舅连忙夸赞，浩明这银行的工作好呀，体面。大舅马上礼尚往来，他立刻夸起二舅的儿子东东也不错，马上就大学毕业了，肯定也能找到好工作的。东东是我表弟，他正在本市一所普通大学读大4，虽然这所学校不及周心怡的985厉害，但怎么也比我这个中专生强。东东讪讪地回应大舅，我今天是去面试了，这身正装也是为了今天面试买的新衣服，今年工作不好找。我妈朝我使使眼色，我知道她心里想什么，不就是想让我和大表哥套套近乎，毕竟家里长辈们都说银行工作好。我妈除了想让周心怡帮我内推去她的大公司上班，她还想着让我大表哥有机会帮我在银行找个工作的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巴结这些亲戚，但碍于我妈，我还是主动起身给大家敬茶，感谢大舅、二舅、大舅妈、二舅妈、表哥、表弟，今天让你们久等了。大舅、二舅撇撇嘴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两位舅妈几乎都没应声。大表哥算是最给我面子了，他朝我点头示意了一下，算是回应。然后他又对我表示理解，魏魏是在小厂打工，不容易。我妈赶紧帮我和大表哥提了句，浩明，你们银行若有空缺岗位，你帮魏魏推荐一下。大表哥摇摇头，一脸无奈，这估计不行。然后他又耸耸肩，缓缓道，现在我们银行招聘起码得本科，而且还要看第一学历是什么学校。大舅妈这会儿也说话了，现在满街都是大学生了，魏魏这中专学历真是不行的。大舅妈面露鄙夷，从我入座到现在，她压根就没正眼瞧我。我暗暗思忖，我有 MBA 学历，也算硕士了吧？也对，这些亲戚都不知道我后来又读了个学位。我也不屑于和他们说，表弟东东，哥，你要不也帮魏魏姐介绍一个在你们银行工作的男朋友吧？对了，我才想起来，周心怡的老公和大表哥在同一家银行工作。这么说，原来是大表哥给介绍的呀。大表哥又面露难色，哎，有点难。
我们银行是女多男少，如果不是足够优秀，哪里入得了我们银行男生的眼啊？二舅妈也附和，对呀，心怡确实各方面条件都好，所以才找了现在银行工作的老公。随后，二舅妈转向我这边，喂喂，你现在月薪多少？我还好。婚礼开始了，司仪在台上说：“诸位，请安静一下。”我吁了口气。台上，周心怡和新郎光彩照人，众多亲朋好友集体举杯为他俩祝福。接下来是证婚人致证婚词，司仪隆重宣告，有请新郎单位的领导、银行行长致辞。此时我感觉好饿。证婚人上台的时候，我瞄着桌上已上桌的几盘冷菜，趁大家不注意，我偷偷地夹了一筷子入嘴。很好，大家都没发现，我又夹了一筷子，我偷吃得起劲，完全没顾上看台上的证婚人。可这证婚人开口说了3句话，怎么声音听起来如此耳熟？我朝台上看了眼，看，这不是江行长吗？我赶紧转身低头，我是他们银行的 VIP 客户。江行长知道我的公司这2年业绩暴增，越做越好。上周他还亲自带着下属来我司拜访，他是想让我们公司在他们银行多存点钱。拜访回去过了2天，江行长又给我发来了各种企业理财方案。这2天我都忙，还没抽出时间细看。昨天他还微信问我，产品方案看过了吗？有没有意向产品啊？这不，我还是没有时间嘛，我也没回他微信。没想到今天竟在婚礼现场遇到了他，我把头埋得更低了。我妈在我边上见我这样子，还特意敲敲我的背，示意我抬头挺胸。真是要死！我们这桌就在主桌边上的，非常显眼。江行长明显是看到了我，他讲完下台的时候，朝我的方向微笑一下，还点了点头。大表哥就坐我边上，他连忙朝江行长致敬，差点就要站起来上前去同江行长鞠躬握手。不过江行长没回应他，而是径直朝他自己的座位走去。我庆幸着江行长没走过来，大表哥竟耐不住得意地介绍了起来。江行长是我们上级行长，我开会去上级银行时见过他2次，没想到他竟然记得我。二舅撅着满是褶子的笑脸，浩明出息了，一定是平时在单位很受到领导赏识，所以领导老早就注意到你了。二舅妈一边说着，浩明估计快要升职喽，一边赶忙让表弟给大表哥敬酒。东东，你可要向大表哥看齐。东东诺诺地站起来举杯，大表哥，以后带带我。我妈，魏魏也要向大表哥学习。我随意的举杯，算是附和一下。哦，向大表哥学习。此时大表哥满面春风，他大手一挥，哎呦，大家都要努力。到了周心怡发表新婚感言环节，他在台上感谢了爸妈与诸位亲朋好友。在说到感谢新郎的时候，他双眸含着泪光，说是感谢新郎在他人生最低落的时候陪伴他，对他不离不弃。他还说，虽然现在他还没走出低谷，但他会努力的。说着说着，周心怡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周心怡笑，从没见过她哭。我眼里的周心怡都是站在领奖台上微笑着领奖的样子。她一直最受长辈喜欢，在我们家就属她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，然后又考上985大学的名牌专业，连我表哥和表弟也都不如她。这不，她都结婚了，又嫁的是众人眼里的如意郎君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比起我，
他的人生全是高潮，哪来低谷？难道他说的低谷是指失业半年，因为没工作，他就觉得在新郎面前有些抬不起头，所以在婚礼上哭戚戚地说自己处于人生低谷？我想起今天翻看过他的求职简历，不过周心怡显然没有和别人说他失业的事，不然大舅舅也不会在心怡说完后卖力地给他鼓掌，还回头又教育了我们这桌几个小辈们。心怡真是谦虚，这么优秀还如此谦虚，你们都要向心怡学习。大舅舅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，我连忙跟上附和，对对，大舅舅说的对，我从小就立志要向心怡学习。心怡虽是我表妹，但其实我和她同一年生，她每次考试都比我好，所以周心怡是我自小学起就学习的标杆对象。可如今见到周心怡如此失落的一面，还是在她的婚礼上，我莫名地对她起了恻隐之心。我悄悄给助理发了个信息，今天的几个候选人就要那个叫周心怡的吧，薪资标准按我们定的岗位上线。助理秒回，好的吴总，我马上通知他。新郎新娘致辞结束，他们正准备下台去换衣服，二舅妈又对心怡投去赞赏的目光。心怡真是穿什么都这么美，我也将目光投向心怡，恰好看到她低头看了一下手机，随后她一脸欣喜地在她妈耳边说了几句。不知怎么地，此时我余光又瞥到了江行长，他正朝我看，还和我举杯示意。这会儿我也不能假装没看到他了，只好微微地和他点头示意。我也举了一下酒杯，算是更为礼貌的回应。好在我的这些小动作都没被其他人发现。大舅舅终于发话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开吃吧。大舅舅刚一话落，就听到大伙的手机微信叮的一响，一桌子人又纷纷低头看手机。大姨在家族群里炫耀，我家心怡刚换了份工作，薪资比以前涨了50%。这个群我从不说话，我瞄了一眼，大姨在群里还附上了微信截图，截图里分明就是我助理的微信头像嘛。呵呵，你家心怡还不知道给他发工资的老板是我吧？我只顾自己埋头夹菜，我吃得正欢，瞥见傍边的大表哥好像看到了什么，他忽然神情紧张，又见他起身斟满了酒杯，然后他毕恭毕敬，哆哆嗦嗦地端着酒杯，整个身子还往前倾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江行长正朝我们这桌走来。现在是抽奖环节，有请证婚人为大家抽奖。江行长听到司仪喊他，他只好折回去放下酒杯，先给大家抽奖。我吁了口气，朝大表哥瞥了一眼，大表哥明显一愣，而后他尴尬地坐下。我刚还打算故意抛出一句，大表哥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可话还没出口，我大姨，也就是周心怡她妈妈走了过来，号名东东，这是你俩的房卡，今晚住这儿。估计是碍于我妈在，大姨又特意解释了一下，他俩明天不上班，所以今天我给他们订了房间。我东东大4确实不用上班，大表哥明天也不用上班。没等大表哥答话，大姨就抢着帮他答了，浩明有年假。然后大姨又满脸笑容对着大表哥和大舅补了一句，银行工作好啊，年假也多。啥？我晕，年假不是法定的吗？我司虽是小公司，但我也给员工法定年休假，除了年假，还有各种法定福利，该有的一个都不少。我也故意说，我明天也不上班，谁知我这话一出，我妈急了，你请假了？
请假一天扣多少钱？我，年假不扣钱。大姨流露一副不相信的神情。魏魏，你小时候学习不认真，现在工作可要认真点了。工作第一，不能想请假就请假。我是老板，还真想不去就不去了。大姨，你放心，我工作可认真了。你该不会是不想多付房费吧？大姨脸一沉，我妈赶紧怒斥我：魏魏，别没礼貌，怎么说话的？大姨摆出假假的笑脸。早知道魏魏明天也不上班，我就多预订一间房了。不过现在酒店都满房了。我妈，没事没事，魏魏你一会儿坐晚班高铁回去。我当然不回去了。石墨给我订了高级套房，我都想好了，晚上我要在大浴缸里做 SPA， 明天一早还要去江边溜达一圈。等吃了中饭，我再让司机小张来接我，下午再回公司。可是现在对着这桌亲戚，我笑笑不语。我妈以为他将我劝服了，她吁一口气。这边江行长已抽出了几个中奖号码，大家纷纷看自己的奖券。3个中奖人有2个上台了。江行长在台上笑盈盈地给中奖人发小礼物。我向来是中奖绝缘体，这奖券我扔在一边看都没看。江行长见上台少了一个领奖人，他又重复了一遍中奖号码。大表哥瞥了一眼我的奖券，悻悻然：是你，上去领奖吧。是我，什么情况？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是这个号码。我扭捏着不上台，我不想要这个小礼物吗？大表哥推了我一把：呆着干嘛？江行长见是我上台，他两眼发光，司仪也随之鼓掌，恭喜第3位获奖人上台。江行长，恭喜吴魏魏。一瞬间，我们那桌本来都只顾着埋头吃，压根懒得看我领奖的舅舅舅妈们，突然抬起头。大表哥浩明，眼睛鼓得圆圆的看我。什么情况？我还从没见过他眼睛瞪这么大，好似铜铃。江行长将一个大娃娃搬给我，又说了一遍：恭喜吴魏魏。我拿着娃娃回到座位上，大表哥凑过脸来，他一连3问：江行长怎么知道你的名字？你和他怎么认识的？你同他熟吗？我随意回了他：在银行认识的。去银行你能认识行长？大表哥觉得难以置信。我再去银行存钱认识的。你才存多少点钱，也能认识行长？我存的钱不多，我们公司账户存钱多。你现在是公司财务了，你在做出纳。我顿了3秒。我们出纳请假的时候，我去替了一下。大表哥一副原来如此的神情。大舅舅和大舅妈几乎同时我哟一声，我也不晓得那啥意思。正当我以为可以继续安心吃了，大舅朝大表哥努努嘴，使了个眼色。大表哥回头一看，江行长拿着酒杯站在他身后。大表哥又猛然起身，拿起酒杯毕恭毕敬：领导，我敬你。江行长一愣，大表哥又紧接着一口闷：领导，我先干为敬。江行长，你是？大表哥还给自己斟满一杯。领导。江行长一头雾水，马上将他按住：小伙子，不急不急。在大舅二舅满脸疑惑之下，江行长拍了一下我的肩：吴魏魏，哦不对，吴总，我这杯我敬你。随即江行长一饮而尽。我在大舅、二舅、大舅妈、二舅妈、大表哥、表弟一席人目瞪口呆的注目礼下，缓缓站起。江行长客气了，我是晚辈，你叫我名字就好。这杯我敬你，我正要喝。江行长将我拦住：哎，吴魏魏，我知道你不喝酒的，你随便意思一下就好，不用干完。大表哥在我身后说了一句：
领导都干了，吴卫卫当然不能如此随便。江行长，人家是女生，我知道她是不会喝酒。江行长又做出一个请的动作。吴卫卫，你随意，你随意。我余光瞥到大表哥，他这眼神简直快将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我觉得不太好意思。江行长，非常感谢。我朝江行长举杯，然后抿下一小口酒。江行长非常开心，但他显然没忘记工作的事，朝我使使眼色，别忘记回复我的消息。我一定，我回去就处理。江行长见我允诺了，他自然高兴，毕竟工作的事有着落了。可他正要转身回去，大表哥还没死心。领导，刚刚要敬你的这杯酒我还没喝。江行长又是一愣，我好像没认出你，你是哪位？大表哥懵了，大舅舅、大舅妈也都面露窘色。3秒钟后，大表哥讪讪地说：领导，我是下级支行的，我叫陈浩明。江行长恍然，哦，单位人太多，我没印象了，谢谢啊。江行长举起酒杯示意了一下，便回他自己桌了。一时间，我们这桌的空气仿佛凝固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低头吃菜。舅舅舅妈们也纷纷沉默不说话。过了良久，二舅舅终于忍不住：卫卫，你现在哪里工作呀？啊，我有点意外。舅舅们之前从不问我在哪里工作的，他们只知道我是在小厂打工，也不屑于知道我们这种小厂叫什么名字。他们应该是觉得反正不是大公司，没啥好了解的。二舅，我在小厂工作，说了名字你也不知道。二舅听我说完，他也不看我，只是徐徐地夹着菜，默然不说话。二舅妈撇撇嘴，看这表情，她大概是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。大舅舅和大舅妈也都黑着脸，表弟东东更不敢作声了。我不想搭理他们，拧开一瓶可乐自顾自满上。我心里其实也挺可乐的。我们这桌凝固的气氛终于因周心怡过来敬酒而打破。大舅舅看到周心怡，黑脸转红脸，原本皱紧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。恭喜你，心怡。二舅舅的脸色也多云转晴，心怡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。二舅妈堆着笑脸，可不是嘛，心怡，你随随便便换份工作，就比之前涨薪50%，真是太优秀了。今天是你结婚和涨薪的好日子，恭喜你双喜临门。这边大表哥和表弟都还坐着没起身，我也坐着没动，可我妈一把将我从座位上拽起，赶紧来给心怡敬酒。卫卫，要向心怡学习。我只好拿起装了可乐的酒杯，正要表示恭喜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低头看了眼，是石墨的电话。我先挂了，可电话又响起。我妈瞥了我一眼，什么事这么忙？我赶紧又挂断，轻声说了句没事。我举起杯子，两手合拢做恭喜状，恭喜新郎新娘。我不会喝酒，可乐带酒干了，我将可乐一饮而尽。可刚一坐下，手机再次响起，这会儿是微信消息。我点开一看，石墨的头像在闪，还在吃饭，在你们的百合厅用餐，一会儿我过来。我惊，石墨要过来找我。我知道石墨非常忙，就连我这小公司都简直每天忙得要飞起，何况现在石墨经营的集团产业非常大。我之前和他约见面，都会小心的事先和他秘书约时间。虽然我知道读中专那会儿石墨暗恋过我，可事过境迁，如今我可不想打着老同学的名头去打扰他工作。毕竟在世上混，谁都不容易，
一想到像他这样的高富帅，万人迷，都忙到没时间谈恋爱，莫非今天他有点闲，所以主动找我来闲聊。我想着想着，此时婚礼台上乐队响起，司仪献唱一首《因为爱情》。因为爱情，在那个地方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？我很喜欢王菲的这首歌，听得正投入，也忘记了刚才脑里想着的疑问。可我二舅不晓得是什么脑回路，他听着这歌，看着桌上一盘松子桂鱼，想到了糖醋鲤鱼。二舅缓缓地说，魏魏是我们几个小孩中最早工作的。我记得糖醋鲤鱼10块钱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相亲了。现在糖醋鲤鱼38块，魏魏还没相亲成功。大舅舅也在一边点头，随即他语重心长地附和：魏魏，我们长辈说话，你们小辈总是不爱听，可不管你爱不爱听，我们都得说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女孩子年纪越大越不值钱，你可得加把劲了。我看看边上比我大2岁还没结婚的大表哥，无语凝噎。司仪唱完这首歌，他刚想下台，只见一个穿着酒店工作服的人上前在司仪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司仪笑着说，没问题。然后司仪对大家宣布，上一首歌是献给今天结婚的这对新人的，而接下去这首歌，我要替一名先生献给今天在场的吴魏魏小姐。司仪话落，县城所有人都惊了，我也懵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台下众人都在问，谁是吴魏魏？吴魏魏是谁？一时间，我的2个舅舅、舅妈、大表哥、表弟、我妈，他们这表情夸张到，如果我用手机录下来做成表情包，肯定会大火。司仪唱的依旧是王菲的歌《匆匆那年》。匆匆那年，我们见过太少世面，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这是谁给我点的歌？此时我的脑子还是一片浆糊，直到石墨捧着一大束花出现在我眼前。大舅舅见到石墨，满脸惊诧，魏魏，这位是？大表哥看到石墨，先是不以为意的撇撇嘴，然后又小声嘀咕了句，还挺帅的嘛。他的眼神望向石墨的肩膀处，我知道他是在目测自己的身高和石墨的身高。石墨186，大表哥177，一眼定胜负。我刚要开口介绍石墨，江行长也走过来了，他是看到石墨来了，所以特意过来的。哎呀，莫总，今天真是太巧了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。江行长热情地同石墨握手，石墨也彬彬有礼，江行长好。江行长回过头来和大表哥介绍，小陈，这位可是莫尔顿集团的大老板莫总，他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。莫尔顿集团有一部分对公业务就放在你们支行，你要好好接待啊。石墨一如既往的绅士范，哪里，现在可你们是在我的酒店用餐消费，是我要好好接待你们。我看了一眼大表哥，他紧张到不行。大表哥微微弓着身体，颤颤地向石墨伸出右手，莫总好，希望您以后多多支持我们工作，您有什么需求尽管提。我从没见过大表哥如此放低身段说话的样子。石墨转头看着我，笑言，只要魏魏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就行。石墨又把一大束玫瑰递到我身前，我一时不知所以，没有接。石墨见我没反应，他同大表哥打趣，是不是你已经给魏魏介绍了你们银行的男生了？大表哥连忙摇头，我们银行那些男生怎么可能配得上吴魏魏？他刚才还不是这样说的。江行长也在一旁调侃，
吴魏魏这样优秀的女性创业家，哪里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配得上的？当然，只有童莫总这样的出色的男士才般配。一时间，边上几桌我们家的亲戚也都朝我涌过来。魏魏是创业家，魏魏你开公司了，魏魏你的公司赚多少钱？就连我妈也瞠目结舌。我还好，石墨替我解围，他先将这些亲戚遣开，然后石墨单腿跪地：吴魏魏，那你就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呗。大型婚礼现场俨然成了石墨对我的求爱现场。我看到远处的周心怡和大姨，他俩也都表情复杂地看着我。1年后，我和石墨结婚了，婚礼非常隆重。这1年来，我感觉受到了这辈子亲戚们对我前所未有的重视。看碟下菜可不就是成年人的世俗吗？表弟东东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，他起初想考公务员，结果没上，又去考事业单位，还是败北。周心怡知道我是他的老板后，起初他觉得非常别扭。我知道他还在偷偷地对外投简历，只是至今都没找到合适的单位，或者说是没有公司肯给他开出和我给他一般高的薪水。而我的事业又迈向了更高的台阶，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